大家好，我是喜欢说真话的 Tiger。台积电是目前全球最大也是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。近年来，台积电的生产线被各大芯片巨头下单，产能持续上涨的同时，也为台积电带来破纪录的营收成绩。目前台积电最大的营收工艺来源是7纳米和5纳米，占比达到了20-30%以上。同时，市面上的7纳米、5纳米芯片主要也都是台积电代工的。近日，台积电公布了2021年财报。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，台积电2021年实现营收1.59万亿新台币，其中美国地区的客户贡献了台积电1.01万亿新台币，同比增长24%，占比高达64%。其中最大客户又贡献了4054亿新台币，同比增长了20.4%，占台积电总营收比重也从25%提升至26%。很显然，这家最大的客户是苹果公司。苹果公司目前在台积电的几大先进工艺中所占份额均为第一。第二大客户贡献了1537亿新台币，占比首次超过10%。据推测，这家公司为美国 AMD。此前的第二大客户华为，占比已经低于10%了。而 AMD 去年的主力芯片都使用了7纳米或者6纳米工艺，出货量大涨，成为第二并不意外。尽管给出2022年的营收数据还需要等到明年，但目前已经可以判断，台积电在今年的营收成绩肯定还能创下新的纪录。现在来看，台积电失去华为这个第二大客户的订单，似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，这和外界预想中会遭受营收下滑完全是两个现象。不过解释起来也很简单，台积电5纳米工艺世界领先，良率远超三星，又有世界一半以上的 EUV 光刻机，对产能有非常大的保障力度，于是自然就迎来了各大客户的下单。5纳米不但没有出现客户供缺产能过剩的情况，反而由于过高的产能压力，让台积电不得不先将3纳米生产线挪用到5纳米，所以台积电5纳米只会有不断上涨的需求，并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。从上面的数据就能看出，台积电在过去的2021年中能实现如此高的营收成绩，苹果公司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。随着苹果自研芯片需求的不断上涨和 iPhone 13系列迎来热销，让台积电的营收得到了很大的保障。苹果对台积电的贡献，苹果各大产品几乎都采用自研芯片。从2016年的 A10 处理器开始，台积电就一直是苹果 A 系列处理器的独家代工商。苹果其后推出到 M 系列芯片，也是交由台积电代工。苹果也将后续所有的基带、射频芯片交给台积电生产。今年刚刚在苹果春季发布会上发布的 iPhone SE、iPad Air、Mac Studio 和 Studio Display 系列都采用了由台积电代工的自研芯片。例如，苹果全新 Mac Studio 台式机搭载的 M1 Ultra 处理器就是使用台积电的5纳米制程制造的。据悉，台积电也是苹果 Ultra Fusion 封装的主要生产合作伙伴。消息人士称，苹果预计将在2022年下半年推出新一代 iPhone 和 iPad 以及新的 Mac 系列，台积电是其代工合作伙伴。苹果已经要求台积电在一系列订单中使用4纳米制程，用于苹果下一代 A 系列 iPhone 处理器，这些订单相当于近15万块晶元。此外，台积电还将用其4纳米制程制造苹果的 M2 芯片，今年下半年推出的新 Mac 系列将搭载。即将推出的 iPad 也将采用台积电 N3B 工艺制造的 Apple Silicon， 这是第一款采用代工3纳米工艺技术的苹果设备。苹果一直是台积电的最大客户，台积电已经获得了几乎所有被 iPhone、iPad、Apple Watch 和其他设备搭载的苹果定制芯片的订单。那么这个现象意味什么呢？台积电产生苹果依赖症是好是坏？今天 Tiger 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聊聊这个话题。苹果如此高占比需求意味着什么？苹果有庞大的芯片需求，台积电又具备出色的芯片代工实力，双方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，这点是很正常的现象。然而越是如此，越容易出现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然后被倾覆的结果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台积电的最大竞争对手三星。近期接二连三的坏消息让三星不得不全力救火，除良率问题让三星伤心之外，发热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硬伤。三星生产的骁龙8正是中了发热的蛊，导致了高通的转单。目前三星代工导致芯片发热问题出在哪一步尚不太清楚，其实细究起来，发热一直是困扰三星已久的问题，只是这一次得到了集中式爆发。看似三星在4纳米的对决中失了先手，但这一场落败并不意味三星没有机会反转，毕竟先进工艺的战役是由多场战斗组成的。最新的消息显示，三星的3纳米芯片工厂即将动工，首发 GA 工艺。去年三星率先台积电实现3纳米芯片的流片，这也是三星少数超越台积电的例子。
而现在三星3纳米即将进入动工状态，一旦完成3纳米工厂的建设，实现3纳米芯片的量产是早晚的事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芯片的摩尔定律极限总归是个束缚，越往前进度越慢，这也给了后来者不断拉近距离的机会。现在台积电保持领先，比三星有更好的芯片优势，所以在台积电的数次涨价中，苹果公司都选择了接受。一向掌握议价权的苹果公司不得不接受台积电的涨价，主要原因就是台积电的芯片技术优势，此时的台积电不可替代。可是别忘了，三星也是世界芯片代工巨头，并且一直都希望超越台积电。而苹果公司对供应链调整难以揣测，在过往也放弃了不少合作供应商。如果将来三星恢复工艺良率，也实现了和台积电对等的芯片代工技术，以苹果公司的性格，多半会将议价权掌握在手中，分散芯片订单，同时选择2家芯片代工厂合作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就像苹果去年突然间将三星、LG 手中的 OLED 屏幕订单分散给了京东方，只要苹果有更合适的选择，迈出这一步是很有可能的。这时候我们再看苹果对台积电的营收贡献，足足26%的占比，近乎1/4的比例。若将来三星成功逆袭，台积电考虑到苹果订单的体量、营收占比，多半会按照苹果的意愿去重新谈价格。所以台积电产生苹果依赖症，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呢？去年镜头供应商欧菲光失去了苹果的订单合作，净利润下滑了超90%。如果欧菲光有更多的后手，不把订单量都压注在单一客户身上，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。也因为欧菲光的遭遇，市场上诞生出苹果依赖症的形容词。台积电和苹果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是苹果公司依赖台积电，但事实无绝对。还是那句话，一旦三星成功突破，追上了台积电的脚步，谁依赖谁就不好说了。产生苹果依赖症究竟是好是坏，恐怕还得看供应商自身的技术实力。只要有技术，有多元化的业务来源，有来自各大客户的订单份额，那么好处是偏多的。因此，台积电若是能持续保持技术领先，确保在芯片代工市场占据核心话语权，以苹果的性格是不可能主动离开的。对此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这里是说真话的 Tiger，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